Kondo-san，从前，从前，有一位富有的商人，他的财富多到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。他有3个女儿，其中2个女儿非常自私、懒惰又不友善，但小女儿非常有礼貌、慷慨又热心。她有着飘逸的褐色头发，大大的绿色眼睛。她既美丽，性格又好，所以父亲叫她美女。美女从不让她父亲难过。她的姐姐们则是相反，只想到金钱、洋装跟珠宝，所以他们的父亲特别喜爱美女。某天晚上，美女梦到一位高挑、英俊、有着深色头发的王子。在她的梦里，她穿了非常漂亮的礼服，跟王子跳舞。在舞快结束前，王子送她一朵玫瑰花。当她起床之后，她还沉浸在梦里的笑容跟舞蹈。她的姐姐们惊讶地发现，对她充满了嫉妒。日复一日，有一天，美女的父亲接到坏消息。强烈暴风雨袭击他的船，所有的货物都沉入海里，损失了所有的财富。我们失去所有了，我们只剩下这房子了。我很抱歉。爸爸，别难过，只要我们都还在一起就好了。我会每天为你祈祷，让你重现笑容和好运。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再次富有了。过没多久，他们收到好消息。其中一艘船并没有沉。听到这个消息，父亲开心地赶去港口。我想我们得救了，我们又有钱了。我卖掉所有货物后，你们想要我带什么回来呢？我要漂亮的衣服跟鞋子，珍贵的珠宝。爸爸，我希望你平安回来。我不要任何东西，但如果你可以带朵玫瑰花，我会非常开心。商人跟女儿们告别之后，出发去港口。当他到达的时候，不敢相信他的眼睛，船全被毁了，所有的商品落入海底，找不到了。所以事实没变，他们还是破产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他难过的没注意到自己走进森林里。好几次他想找路回去，但是他跟他的马都很累了。突然间，他发现前方有灯光，天色渐渐暗了。他朝着灯光的方向过去。一座华丽的皇宫出现在他的眼前，四周充满灯光，还有一个大花园。这皇宫看起来很神秘。当商人到达花园大门前，门竟然自动打开了。一路上，两旁的树延伸到皇宫大门，大门竟然也自动开启。虽然商人搞不清楚状况，但他走了进去。晚安，有人在吗？他经过很大的客厅跟很多房间，问有没有人在家。突然间，他发现一桌美食，有着各式各样的食物、甜点跟水果。因为他非常饿，就坐下，直到吃撑了。漫步在迷人的皇宫里，他找到地方睡觉。是一间在顶楼的漂亮房间。现在没事可做了，等主人回来后，我会向他们表达谢意。他躺在床上后就睡着了。第二天，他下楼的时候，发现丰盛的早餐已经为他准备好了。我想我真的很幸运，这里还有新鲜果汁。但我必须离开了，虽然没机会看到您，但真的非常感谢您。再见。
她走出花园，就在快要抵达大门的时候，她看到美丽的红玫瑰。我要摘一朵给我女儿当礼物，美女会喜欢的。她摘了玫瑰花，这个时候她听到背后传来声音。当她转身，发现竟然是一只野兽，而且是一只可怕的野兽，长满毛的手，巨大的嘴跟眼睛，还有尖锐的牙齿。我做了所有事让你住得舒服，但是你未经过允许随手摘花不可耻吗？我很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有3个女儿，其中一个让我带玫瑰花给她，我是为了我女儿，请你原谅我。你说你有3个女儿？是的。那么，要我原谅你只有一个条件，你的其中一个女儿要自愿来跟我生活。如果没人愿意，我就要重重的惩罚你。来，我给你我最快的马，我希望1星期之内看到你们。如果没有，你将要付出代价。商人拼了命的想活下来，跨上马之后立刻奔回家。他跟女儿们说明事情的缘由。你们谁要跟我去呢？我才不要跟野兽住呢！一切都要怪美女，该去的是她。对啊，都是因为她，你才会遇到野兽的。她应该去。好的，好的，父亲，请您别难过了，我自愿去，我会救你的。我的好孩子，一切都是为了我，我很抱歉。父亲，不要担心，一切都会没事的。当他们到达皇宫，一切就像没变似的。壁炉里生着火，桌上有丰盛的食物，四周的灯都亮着。他们因为长途跋涉都饿了，就坐下开始吃晚餐。不久之后，野兽来到楼下。晚安，欢迎你们。我叫野兽，你要跟我留在这里吗？是的，是我要求玫瑰花的，不是我父亲的错，他只是要带礼物给我而已。你父亲明天会离开，而你留下来当我的朋友。第二天，美女的父亲离开了。我会很想你的，请你原谅我，孩子。我也会很想你，不要担心我，要好好照顾自己。他在花园大门前送他父亲离开。一天一天过去了，他非常伤心，每天都在哭。某晚，当他在哭的时候，我该拿野兽怎么办？我要怎么习惯这里？野兽出现在他面前。晚安，你好吗？房间还舒服吗？需要什么东西？我会答应你所有要求，因为你来这里住让我非常开心。你能不能喜欢我一点点？是不是因为我很丑？美女总是对他说实话。我不喜欢你，但我需要学着习惯。不要着急，有一天你会喜欢我的。你不会看见我丑陋的外表，会看见我善良的内心，那就是最重要的。他们开始变成好朋友，一起弹琴，一起唱歌，在花园里散步，跟喂鸟。美女发现野兽不像她想的那么丑陋。事实上，她开始喜欢上他了。有一天，美女梦到父亲生了一场大病。第二天早上，早安。昨晚我梦到我父亲，他病得很严重，请你让我去探望他1星期。我很想念他，我可以去吗？好吧，就1星期而已。如果你离开超过1星期不回来，我会死掉。不要忘记这一点。我保证，我去看看他就会回来。那么，戴上这神奇的心形项链。如果你握紧它许愿，愿望会成真。他们就这样分开了。我想去找我父亲。美女回到父亲家，
父亲非常开心看到他，并立刻好了一半。我非常想念你，孩子。我也很想你，父亲。他的姐姐们不懂刚刚发生了什么事，他突然出现，他们依然很嫉妒美女。美女把一切都告诉父亲，说她现在很好，已经不再害怕了。她在父亲家待了1周，不知道时间过得很快。有一天，她梦到野兽躺在地上，她以为野兽死掉了，非常紧张又害怕，才惊觉自己晚了1天。她因为没遵守承诺而有非常大的罪恶感。他跟我说，如果我离开超过1个星期，他就会死掉。我太自私了，如果他因为我发生什么事，我不会原谅我自己的。他立刻向父亲跟姐姐们道别，拿起那条项链紧握在手中，吻了一下并许愿。他发现自己到了野兽的皇宫，野兽双眼紧闭，倒在地上。无助的美女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不该留你一个人的，请你原谅我。美女以为她失去野兽了，一直哭泣。突然，野兽张开了眼睛。我终于知道自己多爱你了。你可以爱上我这么丑的野兽吗？我当然可以，我不会再跟你分开了。那嫁给我好不好？好，我愿意。突然出现一道刺眼的光，野兽的脸开始改变，变成一个英俊的王子。他有深色的头发，又高挑。你就是出现在我梦里的王子。是的，坏女巫把我变成野兽，唯一解除咒语的方法就是找到愿意跟丑陋的我结婚的女孩子。谢谢你救了我，美女。没多久，王子跟美女结婚了，他们把父亲跟姐姐们都接来皇宫，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这就是内在美的胜利。Hey guys!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Konda-san and watch the most popular fairy tales, cartoons, and nursery rhymes. Don't forget to click the bell for notifications.